我们这些人啊，做生意没问题，问题是，现在这个盐价太低了，税还这么高，您就是有一个银矿，也架不住这么烧啊。来，先喝酒。大家伙也别紧张啊，我说没事就没事。东家，哎，涂老伯，你这是干什么？您一定要给我们交个底呀！来，不，你干什么？我没做什么。干嘛我又不吃了你啊？我是带您老啊去看看盐。黑子，给他们打个杠啊！看仔细了啊！喝什么？走。这么多盐呐，是，怕是比咱们的存货都多呀。东家，这盐是哪儿来的？告诉他们吧。这些啊，不是两淮盐场的盐，这是川滇地区的井盐。哎呀，用马帮和水路运过来。东家，您这可犯的是私盐，要杀头的。诸位，生意做到这个份上，谁不是提着脑袋在干？如此困顿之时，能和各位共事，是顾某的荣幸。之前不愿意告诉你们，也是担心一旦官府追查下来，会累及各位。你们要的底，我已经都交了，之后的路要怎么走，各位请便，我绝不强求。东家，我们这些人呢，承蒙您收留，真的是万分感谢。可是这事儿，哎，这么办吧，这是最后一次了。有罪，大伙儿共同担着。大不了咱把这事做完以后呢，手里有些积蓄，到时候把铺子一关，就了事儿。咱没有必要跟李万堂啊争一日之长短。这个你们就不用管了。大家一路劳累，今晚早点歇息，明天一早各自押船回去吧。公子，查到了。说，兄弟们在盐业工会的各家盐铺蹲守了很久，发现天不亮的时候，他们就开始进货，用大船从码头运来。兄弟们跟踪那船，发现那根本不是本地的盐，大多是四川的井盐。井盐运了多少次？昼夜不停，上一次16艘大船，井盐比咱们便宜1半多，难怪他们能撑下去。说了，他敢跟我打这价格战，我得靠卖铺子才能挡得住。他毫发无损。去叫管家。好。等老爷一醒，让他定夺。不必了，老爷子现在身体那么弱，何须让他再耗费心力啊？而且养你我都吃干饭的呀。说吧，你想怎么办？他古平原贩卖私盐，一下子这么大的量，这可是砍头的罪过。
怎么了，少爷？要报官啊？啊？你丫真是个草包！现在两江地面上谁不知道古平原正是两江总督面前的大红人？谁敢拿他呀？说不定他评议严价，总督府还要赏他呢。听着，我记得咱们刚来江陵的时候，不是给曹帮的人都送了重礼吗？现在正是用他们的时候，告诉他们，让他们用最快的时间把古平原这批盐果扣了。他要是敢索要，把他一块扣了。这种情况下，古平原不敢报官，他只能咽下这哑巴亏。这是其一。其二，通知咱们全国的店铺调拨所有的资金来这儿，我趁他病要他命。我就不信了，我非要跟古平原在盐田这事儿上决个高低。马上去办。听着，放我杀你们了啊！诸位，这是什么意思？眼睛怎么是红的？昨天没睡啊？我大概是太困了，睡着了。都睡了多少天啊十几天吧。娘，你是真的醒了？这些天我知道。你在给我擦身体，然后给我喂药，但我就是睁不开眼睛，我连手指尖想动一动都不可能，就像虫子困在胶水里，我使劲的喊不行。后来我跟他说，我说，好歹你得让我去跟他们告个别。他不吭声了，我就觉着我可以动了。他是谁呀？他可能是老天爷，也可能是一个读过书的先生。管他是谁呢？娘，您这是做噩梦了。孩子，你不懂，醒着才是做了一场噩梦。睡着了，我就清醒了。老大呢？他有事出门了。有几句话我想跟你说，你且听着。男人不一定要穷功名，有志气就好；不一定要多聪明，心善就好。
能在一起就好，记住了吗？娘，这是什么意思呀？这一趟下，我恨不得马上死掉。慢慢才明白，可惜明白的太晚了。爹，您到底因何突然病倒啊？这就是命。你跟那个古平原还平分秋色吗？昨天或许还是，但过了今儿就不是了。我让曹帮的人把他的货给扣了。您是不知道，他学着这个私盐贩子的手段，从四川走私便宜的锦盐过来卖。我说他敢跟我打价格战，而且不落下风，无耻！做生意就是做生意，你这么做不道义。爹，您为什么突然给我讲道义？不是您教我的吗？说要讲道义，那就甭做生意了。说天底下最重要的事儿要把事情要办成。您干嘛突然说道义啊？而且为什么突然对他这么慈悲？盐业是两淮的咽喉，我虽然全部拿下了，但也没想着全部占为己有。你也不要有这种期望。一旦断了两淮的生机，我们家就成了众矢之的。孩子，做生意不能太慢。古平原不是给自己做生意，他是想给江南留一线生机。我们能拿到一半已经很好了。曹帮，让他们赶紧出来，别祸及到我们自身。请父亲大人早日养好身体，早些接过儿子手里的生意。少爷这么干，真的是出人意料。唉，你没觉得他变了吗？而人呢，手里有刀就想杀人，有了权就想做事，有了钱，天底下就没有他不想去的地方。这三样东西最危险了。他现在接手了生意，不变都难呐。我倒是从这里跳出来了，由他去吧。老爷，您就是病了一次，意气消沉，等着病好了，家里的事还得您说了算呢。我为什么说了算？我的命只有那么短了，我还守着这些钱干嘛？我为李百万这3个字欠下太多债了。你也下去吧，我想歇歇。哎。
谷先生，船被扣了！谷先生，船被扣了！船被扣了！他们人在哪儿？啊，那个就是他们曹帮待客的人物。那张桌就是码头桌，他们平日里就从这里吃讲茶。在下古平原，想求见贵帮帮主。阁下在家还是在帮？在家，为了那船盐而来。没事吧？没事儿。要真有事儿，我学赵子龙7进7出也把你救出来。老祖说了，贵客大堂奉茶，请吧。老祖请他，没有你。请。拜见老祖宗。这船盐是你的？是啊。贩卖私盐，这个罪过可不小啊。这是官府的事，贵帮有话直说。痛快。曹帮运河上几十万的弟子，最近也是少吃无穿，挺苦的，所以想找老板借点钱花。咱们有2个办法，你选一个。往后你再运私盐，利润上，我们曹帮要多分3成。我们会保证把你的船顺顺当当的送过去，大家做一个长流水的朋友。要么就简单一点，你拿出2000万两银子，把你自己的命买回去。明着绑架呀？不怕我报官吗？报官？如果犯私盐这事，不怕见官的话，你就报嘛。那我也告诉你，钱我1分都不多加，你要绑就绑吧。2000万两银子，3天。到时候我要是见不到这些银子，我就把你塞进猪笼里，沉到水里喂鱼。我说话再说。老祖有老祖的规矩，闯法堂，不想活了吗？我管你什么堂！一身蛮力有什么用？力气再大，也不过是头牛罢了。大奶奶，
顾先生被扣了，大奶奶！好家伙，你要干嘛？全武行啊？你怎么还不换衣服？跟个老太爷一样。我为什么要换衣服呢？你没听黑子说呀？他们把你女婿给绑了，还要2000万两银子，哪儿找去啊？你快去把衣服换了。哎，你接手单刀还在不在？就咱爷儿俩杀上门去啊！你是不是听戏听多了？我又不是多少吨，我没那么大本事。爹，你是怎么了？咱们被劫也不是第一次了，先按照江湖规矩谈，谈不拢咱们就打，还怕了他们了？哎，要不这样，你外边穿这一身，里面穿动手的衣服，用软刀，咱们好好的会客。说不得他们对你没防备，你一刀压下去，剩下我解决，这个怎么样？这个不怎么样，人家上上下下几十万弟子，你一刀就把人压住了。他能放人，好汉不吃眼前亏。可以后在运河上的买卖就不容易了，这跟丢货找货不一样。我管不了那么多，那黑子说了，3天不交钱，他们就把人给进猪笼了。我等你慢慢的搞，那我收尸都来不及。哎呀，闺女，这是个大买卖，我之前跟他说过了，私盐的事儿不能碰。现在好了，报官也不敢，去抢人又不是办法。咱们呀，不如找个中间人，两边说和一下。曹帮里头啊有字号的人物，爹也认识不少，我已经找有分量的人去说话了。你进来干什么？你不好好的养伤？我走的时候，古平让我去请个人去救他，人我去找了，但他不在。我是想问问，要不我再跑一趟？你这个孩子，他让你找谁呀？你怎么不早说呀？你看他干什么？快说呀！人命关天。是九寨营里一位姓苏的姑娘。你瞧不起我？你瞧不起我是不是？姓苏能救他，我救不了他。你走不走？你不走我走。你进来！你快去呀！闺女，你能不能像个人样？一路香烟往上升，三老四少坐堂中，弟子上香把祖请，请出祖师潘乾翁。二路香烟举在中，三老四少喜盈盈。师长迎来上面坐，弟子上香把礼行。请问尊姓大名？在下姓常，排行第4，头顶通字，脚踏万字，怀抱物字。是老前辈到了。敢问老前辈的师承？子不言父名，是童子辈的先生。我和姑娘来，是来谈姑爷的事儿。请。龟老大，常次有礼了。四爷。你找的通字辈老先生跟我说过了，你是要救你的姑爷古平原吗？正是。许他在运河上犯私盐，就不许他给河上的兄弟们分点余润，这太不像话了吧？怎么，我们就要不得他的钱吗？要钱有要钱的规矩。我姑爷是受两江总督之命，回府两淮盐场生计，并非私人贩盐。贵老大，请明鉴。你别拿那个两江总督府来压我，他们讹金子尿银子，放个屁都油裤裆。我曹帮上下的弟子，那跑坏了鞋都得自己买去。
不服气的话，你们可以去报官呢。我看这事儿闹大了，谁敢管？我曹帮手里还有乾隆爷赏的龙头棍，真闹起来，大家不妨去衙门里面说说道理。同字辈的老前辈，上上下下几十万张嘴等着我背，哪来那么多老前辈？你现在赶紧回家筹钱去，听明白了？说你咱们还是先回去吧，这事儿不好办。你看到了，这不是你来的地方。走。我夫君他还好吗？他好不好，那得看你准备的钱多不多了。哎，我这儿有一个价值100万的簪子，我先把它压在老大这儿，你们能让他吃得好一点吗？哎呦，闺女，不行啊，那是价值100万的簪子，我还真没见过，拿来我瞧瞧。老大，你能把他带出来让我见一面吗？我也好知道他把银子放在哪儿。这个好啊啊！咱们这一票是绑直了啊！来呀，把那姓谷的带过来。是。姑爷、四爷，你们怎么来了？苏小姐呢？有点担心你，那我们就先来了。我跟爹豁着命巴巴来救你，你上来就问他？不是你们来有什么用啊？这事不是你们能处理得了的。我不担心你吗？我为什么不能来？哎呦，行了，别吵了。我说你们这公母吵架都吵这儿来了，你赶紧问他银子在哪儿呢？没钱。什么？没钱？我看我真是得好好教育教育你了啊！来，用铁丝把他琵琶骨穿了。啊，别，有话好。你要穿他琵琶骨啊？好，有话。对呀，我就当着你的面给他穿。有话。您听我给你讲讲这簪子哪儿好。对呀，你给我讲讲看。哎，你看啊，就别动！你们再乱动乱说，我就把他右琵琶骨也给穿了。2个琵琶骨一废，你这辈子什么都干不了了，懂了吗？懂了你就点点头。哎呦，我的天，那是我的刀啊！现在怎么说，老大？你个臭婆娘，你今天就是伤了我也没用。我曹帮上下几十万个弟子，拿唾沫都能淹死你！你们江湖好汉就是拿唾沫杀人的是吗？我。桂老大，桂老大，兄弟们，哎，我闺女思妇心切，我们做错了。这个事儿，我回去以后多找几个老前辈，当着面把这话叫开了，认错道歉都在我身上。你跟他们废什么话？他们就是一帮臭贼。你骂谁是臭贼？哎，他是谁啊？什么？他是谁？苏小姐，她是谁？啊，我之前跟你说了放战俘的那个苏小姐嘛。你骗人？没有啊，真的。你不是说你永远不见她吗？你怎么又去找她？有本事吗？不是，我不是说你没本事，你也可以救我。我担心你们的安危啊。江湖事江湖了嘛。江湖的事我不懂是吗？还是你觉得我救不了你？我现在就把他脑袋割下来，信不信？不要冲动，不要激动啊！这些话别在这儿说，别当着外人的面讲。我守了娘15日，娘醒了第一时间就找你。今儿你再不回去，我没法跟他说了。娘醒了。啊，醒了。辛苦了。二位，不好意思打断一下啊。丫头啊，你能不能把手稍微松一点？我这有点上不来气儿。闺女。
要不这样，你们回去吧，回去接着吵啊，咱们这片就算结过了。结过了，行吗？不行吧？你为什么要绑他？女英雄，不要欺人太甚啊！老大，贵老大，贵客来拜。什么贵不贵客啊？哪儿又来什么贵客呀？这就是你带来的贵客？哟，你们可真热闹，演大戏呢。让开！老大，让开！让开！这刀放下吧，这玩意儿可没长眼睛。你个死丫头片子！爷这仇今天是跟你结定了。火气这么大呀？谈不了了是吗？谈个屁！奇耻大辱！谈不拢就不谈了，杀了他，我跟副帮主谈。我给你个台阶下，这个人是两江总督府要的，光棍斗不过势力，你不放他走，我马上离开。打开看看，两江总督私印，压不住你吗？民不和官斗，我是瞎了眼了。吴先生得罪了，四爷得罪了。贵老大，得罪了。顾大奶奶这是好刀法呀！看来以后看见拿刀的女人，我得躲远点。躲远点就有用吗？看你那灯。嚯，好准头！爹，您怎么样了？哎，你上哪儿去？啊，我到前面忙去。前面没你要忙的事儿。金山寺的那老和尚说想办一个水陆大法会，我觉得这是好事儿，因为咱李家来到了两江地面上，也不能让他们说我们只是来赚钱，给死去的人念念经、烧烧纸，让活着的人感激。我觉得这笔买卖做得值。钱花的确实有点多最近，但是我在跟古平原争，一旦我赢了，你觉得打败了古平原，你就能赢吗？爹，孩儿要是做错了，您就跟我直接说。王道无非就是人情。古平原犯私盐，两江总督能不知道吗？能坐视看着你把所有的盐场都拿过去，当一个不戴帽子的江南王吗？他们不可能允许你这件事情做成。我是收了全部的盐场和盐赋，可我没想要那么多。你不能一分钱都不留啊！有两江总督府在这撑着，古平原倒不了。爹，您是觉得
我赢不了顾平原。你赢不了两江，更赢不了朝廷。生意没怎么做。你刚才真的吓坏我了。想有多事儿？没有，不是说了吗？担心你的安危。我还担心你的安危呢。我媳妇儿英姿飒爽，雷霆刀法，盖世无双。以后行走江湖，谁不敢给你古大奶奶3分薄面？你说的确实是事实，但少给我灌迷魂汤。刚才要不是苏小姐及时赶到，真不知道这戏怎么唱下去。再说一遍，就算那姓苏的不来，我也能救你出来。哎，我本来以为你刚才是故意吃醋，是想拖延时间，是这样吗？我就是故意吃醋呀！你以为我会真的吃他的醋呀？还是你以为人家会看上你啊？没有，我怕你看不上我。仓里那位，你不去跟人说说话？那你陪我去啊，单独去见他，我怕我腿软。你少来，你自己去。跟人感谢一下。苏小姐，我方便进来吗？请吧。多谢苏小姐施以援手。我走的时候，魏灵非让我带上两江总督步堂私人印押，你要谢，得谢他。若不是被逼至此，我也不想麻烦他们的。你在帮他们办事儿，护住两江盐场不被李家吞了，他们不怕麻烦你，你怕什么？我怕我回不了徽州啊。两淮盐场相争，我看李清是个必败的局。你此番功劳不小，再过几年，想必就是江南最大的财生爷了。一个小小徽州，回去干什么？种地卖茶吗？我是明知不可为而为之。我去太年轻，把做生意这事儿想简单了。当时还有一颗求道之心，觉得做生意可以惠及天下，借人于贫困，救人于危难。但慢慢的，眼界开了，这颗心就没了。如何讲？反观我们自己，不是在争权，就是在内斗，不知世界大事，一味坐井观天，连我自己也是如此。小道可以谋生，大道可以谋国。要是真的能为这个国家做点什么，我不会在乎个人安危的。我知道这话有点狂妄了，惹您见笑。顾先生，有访客。顾大爷，请。我同你一起吧，曹帮的人花样很多，我怕你吃烂亏。是李清兄，不妨事。那，你一切小心。嗯。我从病中刚醒，身子弱，我就不起来了。啊，我听李清说了，您安坐，有什么吩咐啊？在宁古塔待久的人，多多少少都会有些变化。那个地方天罡地煞都聚齐了，你毫发未损地逃了出来，没把自己弄丢，
那里确实是恶鬼扎堆，不然何至于舍了命也要逃出来？不过越是在那种地方，越是明白良善之可贵。凭什么在狼群里，就一定要把自己也变成狼呢？我听说你跟曹帮惹了麻烦，这不是好事。即使有苏小姐帮你硬硬的解开了，但是也没用。你在水上犯言，曹帮都不用出面，只需要沿途举报。两江总督的手再长，他还能越得过去两江吗？这是一步死棋。我经商多年，有些话你也是要该听一听。天底下最糟糕的事情，就是打价格战，没有一方能赢，两败俱伤。这是一个不死不休的局，不要再继续下去了。这样吧，曹帮欠我一个情分，我出面帮你把恩怨了了。你退出战局，两江总督那儿我去帮你说。照理说您是前辈，不该驳您，但这件事儿确实答应不了，请见谅。你不明白啊，你就是两江衙门的一个棋子。他们真的会关心两淮的民生吗？一旦危局过去，你就是那个弃子。我也实话告诉你，瑞林在两江地面上一直在耍手段，他要到军机处当首辅。两江就是他的一个跳板，你就是那个跳板上的木楔子。我知道，你不知道。只要有人给衙门投一个折子，说你以官家的身份贩卖私盐，那朝廷立马差人就把你锁了。我看到时候谁来帮你？你贩的私盐量太大，没人敢担的。往重里说，连坐3代；轻里说，还会把你送回宁国塔。你有多大本事，还能从那儿跑出来几回？你的麻烦我帮你解决，你呀，带着老娘回老家安居，啊。我和你非亲非故，对吧？对。在山西的时候，我坏过你的事儿；在京师，我大闹您的万茶大会；在上海，我坏了您卖茶的规矩；如今在两淮，我们又是竞价关系。我知道我自己是枚棋子，我也知道你动动小指头就能把我捏成灰。你要是想害我，我不知道死多少次了。但你为什么没有那么做呢？你别跟我说什么赏识、信任，我不信。你到底想要什么？误伤其类，我不想毁了你。你跟我是一类人，比起李沁，你更像我。以你的手段、心机，到了我这个年龄，那还了得？我把话挑明了说，你的麻烦，我一力承担。带上你的弟弟，老娘媳妇回安归老家。你不是喜欢种茶吗？种。喜欢读书，读，过你想要的生活。等我死了之后，你再出山。这个天下都是你的。别人说我是李万成，我看啊，以你的成就，将来会远远的超过我。
老婆，老爷，给曹帮的信发出去了吗？发出去了。那几个老头子说，不知道古先生亲贵身份，要亲自上门赔罪。天下巨商我也见多了，只有你，刚才差点把我给骗了。果然是一方领袖啊，佩服啊！你这话什么意思？说到底，你是半官半商。爷爷交到你手中，那跟之前有什么分别呢？你可以在外面帮六王爷做生意，你还可以把两江总督送到军机处，做首辅大臣。而我呢，我只是一介平民百姓啊。我在争什么？我争的无非是个天下盐商可以平权，盐农可以自由买卖。天下一家独大的时候，老百姓的日子不会好过。瑞麟跟我说，他要借着这场战争，把两淮盐业还给两淮人，交还给两淮盐业工会175个商人手中，让他们共同管理。我不介意做棋子，因为我认他这句话，我认这个理，所以我心甘情愿地帮他办事，就这么简单。告辞。你想还回宁古塔吗？做任何事都是有风险的，难道我挖个坑，自己躲起来？你的罪是连坐3代，你的娘已经够苦的了，你即使想死，也要等到他过世之后。为人子一点孝心都没有了吗？我话已至此，听不听由你。老爷，您消气啊！给曹刚写封信，就说所有今天结思源的弟子，不分辈分，都发个誓，绝不泄露。看看他思源那边还有什么麻烦，一并都帮着解决。是，老爷。那少爷那边，娘，娘，我一回来就听说您醒了。我也是刚醒。这纺车从哪儿来的？我让玉儿帮我寻的，大概是太久不干活了，显出毛病来了。有心事啊？你怎么之前睡了那么久啊？我也不知道。大夫是怎么说的？大夫他也没说出什么。哥，那李家公子找你。好，我知道了。
这么有闲工夫啊？我给你带了点上好的灵芝，听说你娘醒了，灵芝粉最是安神。谢谢了。你就给我开个价，咱俩别这么斗下去了。我不想和你做敌人。我可不是你的敌人。咱俩现在都是过河的卒子，怎么退？往哪里退？那斗到什么时候是个头呢？两江总督府不可能把两淮的盐场全部交给你们李家。你现在不是在和我斗，是在和整个官府斗。往大了说，你是在跟整个朝廷斗。你赢得了吗？如果我能赢，起码两淮的盐业我说了算。咱俩现在这么烧钱烧下去，没有任何意义啊！你就让我一口吃下去，不行吗？你太贪婪了。贪婪有什么错？咱们是商人呀。那有些道理，我小时候读书的时候我就明白。这些话我也懒得跟你磨叽。来，写上你要捐多少钱。我要在金山寺助捐一个水陆大法会，给江南7省的亡灵祈福。掏钱吧你。怎么脾气还越来越大了？哎，对了，你爹身体怎么样了？跟你有什么关系啊？哎，你等等，咱俩还是一起去一下两江衙门吧。有些事情，当面说清楚比较好。我这么跟你说，现在对于做盐，我没什么兴趣了。把你们李家收到的盐田一半交出来，和两江总督府平分。我可以马上回安徽去种茶。我把家里能挣钱的铺子关了一半，把能得罪的人都得罪了，我再把盐业交出去一半。你觉得我好笑吗？你是跟我开玩笑呢，还要看我笑话呀？李庆，我不是你敌人。可笑吧？学生我以前在山西也干过当铺，依我看，那些老朝奉的一手算盘功夫，也不如大人你如此经手啊。哎呦，他们一天才算多少账？我现在是管着2个省老百姓的肚子呀，当官的口袋不算不行啊。大人，这印信完璧归还，多谢大人相救之恩。我就是不救，他们也不能说什么。我就是想让那个姓李的小子知道，在这两江地面上搞事儿，是不是应该先问问我呀？给大人告罪。私盐的事儿就停了吧。要是传出去，让人知道两江总督府的人和贩私盐的有关系，那岂不成了天大的笑话？笑话！要是传出去，让人知道了，两江最大的盐业从我手里丢了，那才是天大的笑话。你不用担心，下一回我用官船帮你运啊！不用，大人，价格战咱们就别再打下去了。虽然说对官府没什么伤害，但是李家为此也卖了一半挣钱的铺子了，似乎是时候可以说服他了。你说服了吗？我没有。这天底下最难除的就是一个贪字。太爷，里面请。
有劳师傅了。我觉得只拿1半延长也不错，你斗不过两江总督府。爹，咱卖了那么多铺子，投了那么多银子，到这个时候您劝我放手啊？行了，在菩萨面前不要说那些带有铜臭气的话。爹，菩萨没有十方供养，他也成不了菩萨。您刚才说那话，我实在不明白什么意思。您要真怕了，我听您的，我现在就上两江总督府，我上那儿磕头认错去。但是我不懂您为什么这么怕呀？您到底怕什么？顾先生，你好吗？你死就死了吧，你为什么要折腾孩子啊？你就算是回来，你杀了我，你也没有必要祸害他。爹。这怎么回事啊？哪有不还的债呀？没人要你的债，全当你在京师死了。我一个人把2个孩子抚养大，大的读书好，他要去京师求功名。临走的时候，他还跟我说，他说他要去寻你的尸骨埋葬。我送他的时候，我莫名的担心，我喘不上气来，因为我不知道我自己在担心什么。现下我知道了，什么大咆哮考场，都是你的局。娘，他是……好好看一眼，这就是你死掉了20年的爹。他上辈子姓古。老太太，老太太，我爹他姓李啊，他是城南的李家公子。我娘说他是家道中落入赘来的，爹，是不是呀？所以说，当年在客栈上害我的人是你。知道你来京师了，担心你要是真考上，这出戏就唱不下去了。我换了个身份，又再世投胎做人，血肉分离是人家的要求。娘，你认错人了，他怎么可能是我爹呢？我爹在去考科举的路上已经死了，如今尸骨无存，而他只不过是一个下坠有钱人家的糟老头子，怎么可能是我爹呢？娘，外面风大，别在这儿待了，我带您回去，我陪你回去。慢点。
娘，稳住步子，不怕，有二子在，二子陪着你。爹，爹。娘啊，喝口茶吧。你要相信我说的。我也相信，但那不是真的。娘啊，我给您算笔账了。人生不过70年，10年懵懂，10年老弱，这就剩50了。天黑睡觉，真正清醒的时候，最多25年。要再遇上个病啊灾啊，东奔西跑，伤心若狂，真正留给我们开心的日子还有多久啊？何苦为了那些烦恼，再委屈自己呢？刚才你说他不是你爹的时候，我心里的这块石头就已经搬走了。有你，有老二，有玉儿，有这么多的人，应该讲，我过的是好日子。咱们过的自然是好日子，多少人家还羡慕不来呢。所以，我不要自欺欺人。几十年的心事，都到了这般岁数，我总可以放下了。去看看吧，跟他讲，我放下了，让他好自为之吧。对喽，您就应该这么想。没事，没事。月儿，你照顾娘吃点东西，我去看看，看看他们走了没。